说歼16D 和歼20的组合能够产生1+1大于2的威力。歼16D 可以使敌方的任何预警系统失效，并干扰它的雷达，而隐身的这个歼20战斗机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所以说，这一对致命的组合将挫败任何敌人在战争初期抵抗中国攻击的努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印度的媒体关注解放军空军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和歼20战斗机的致命组合。中国空军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首次在珠海航展公开亮相以来，吸引了无数的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可以说，它是珠海航展上除了歼20战斗机之外，技术含量最高的时装战斗机了。但是很少有印度媒体能够意识到它的作用。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面我们注意到在印度媒体上没有专门介绍歼16D 的文章。印度的军迷普遍的一贯的认为阵风能够吊打歼16D，就如同他们认为的阵风能够吊打中国的歼20一样。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印度的欧亚时报在报道台海形势的时候着重提到了歼16D与歼20战斗机的致命组合。文章说，歼16D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歼16战斗机的电子战型号，经过升级提高了信息和通信能力，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航空电子系统。这是一款双座双引擎的多用途战斗机，机身下方挂载有电子战的吊舱，目的是进行电子侦察以及对敌方的通信系统和雷达进行干扰。电子战吊舱使它能够躲避敌方雷达系统，并且顺利的进行监视和欺骗。歼16D还能够挂载空对空、空对地导弹，能够进行常规的空战，也能够对地进行精确打击。那歼20是第4代隐身战斗机，具有远程精确打击和隐身突击的能力，是继美国的 F-22 和 F-35 之后第3个能够投入到实战的第4代隐形战斗机。在亚太地区歼20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对任何对手都能够产生威慑力。这篇报道还引用中国专家的话说，歼16D和歼20的组合能够产生1+1大于2的威力。歼16D可以使敌方的任何预警系统失效，并干扰它的雷达，而隐身的这个歼20战斗机可以精确的打击目标。所以说，这一对致命的组合将挫败任何敌人在战争初期抵抗中国攻击的努力，并严重的削弱它的报复能力，使中国空军能够掌握早期的空中优势。印度的欧亚时报似乎认为歼16D和歼20组合的主要对手是美国、日本以及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南海面对的其他敌手，没有想过这套组合是否也能够在中印边境发挥作用。从印度媒体和网民讨论的情况来看印度空军在技术和组织上都落后中国空军至少一代。在技术上，印度空军没有专用的电子战飞机，印度的网民对电子战完全没有概念，除了听说美国的 EA-18G 很厉害以外，并不认为中国的歼16D会给印度带来多大的威胁。印度空军和陆军都没有进行电子战的日常训练，而解放军几乎所有的空地作战演习都会设置复杂电子环境作为作战的背景，进行电子对抗是常态。我们空军的大型机队执行任务必然要有电子战飞机和预警机的伴飞，这在绕台飞行的行动中已经充分的有所体现。除了歼16D 电子战飞机以外我军的高新系列的大型电子战飞机也经常出动执行电子对抗的任务。我军在几年前就完成了指挥体制的改革，战区内的所有军兵种都接受统一的指挥，能够随行联合作战行动，在组织结构上基本上就保证了联合作战的需要。而印度在刚刚开始学中国进行战区化的改革，但是各大军种的高层争权夺利，吵得不可开交，连设立司令部的地址都定不下来，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多军种的联合作战。
历史上啊，印巴战争中就曾经出现过印度的空军拒绝为印度的陆军提供空中支援而造成损失的案例。印度的一些政客、媒体，甚至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吹嘘的阵风碾压歼20，真的是让人齿冷3天。在歼16D 和歼20的双舰合璧之下，印度空军的阵风啊，我看还是别出来的好。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